朋友们，大家平安，我是心雨。今天我们来慢慢说，什么是因果？它真的存在吗？有时候我们会忍不住这样想，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很努力，却一直不顺？为什么有些人好像什么都没做，却过得很好？为什么有些人善良，却遭遇痛苦？而有些人做了不好的事，却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因果，那为什么看起来常常不公平？也许你曾经听过一句话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但这句话很多人听久了，反而开始怀疑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好像并没有真的看到那么明确的报应。于是有人开始觉得，因果是不是只是安慰人的说法，或者只是一种让人向善的道德观念？今天我们就慢慢来说一件事，什么是因果？它真的存在吗？先从一个很简单的观察开始。如果你把一颗种子种进土里，只要条件合适，它就会慢慢发芽，长大，最后结果。如果你没有种下任何东西，那这块土地也不会无缘无故长出一棵树。这件事情我们不会怀疑，因为它很明显很直接。在佛教里，因果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，只是它不只发生在物质世界，还发生在我们的行为念头选择之中。佛教常用2个字来说这件事，因和果。因是你种下的东西，果是最后长出来的结果。但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叫做缘。所以更完整的说法其实是因加缘等于果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一颗种子是因，阳光水分，土壤是缘，那最后长出来的植物就是果。如果只有种子，但没有水，它不会发芽。如果有水，但没有种子，也不会长出东西。很多人以为因果是做一件事就立刻有结果，但其实不是因果，比较像是你种下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在不同的条件之下，它会慢慢成熟，有些很快就看到，有些要很久之后才会出现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因果好像不存在，因为我们只看现在，却忽略了过去和过程。如果一个人现在过得很好，我们只看到他的现在，但我们不知道他过去做过什么选择，累积了什么习惯，经历过什么样的努力与因缘。同样的，如果一个人现在正在承受痛苦，我们也只看到这一刻，却看不到那些已经种下但现在才成熟的因。在佛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果不会无中生有，也就是说，任何结果都有它的原因，只是这个原因不一定在眼前。有些因是我们这一生种下的，有些可能是更久之前的累积。这也是为什么佛教在谈因果的时候，不只是看一件事情的表面，而是看一个连续的过程。但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很常见的疑问，如果一切都是因果，那是不是代表我们的一切都早就被决定好了？换句话说，如果我现在过得不好，是不是因为我过去做错了什么，所以现在只能承受？那这样努力还有意义吗？改变还有可能吗？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，因为很多人正是因为误解了因果，才开始觉得人生是被决定的，是无法改变的，甚至会变成一种消极的想法。反正都是因果，我也没办法，这就是命，那就这样吧。但佛教的因果观其实不是在告诉你一切都不能改变，刚好相反，他真正想说的是，因为有因果，所以你可以改变。为什么？因为因是可以重新种的。如果今天你在一块土地上种了苦瓜，
那长出来的当然会是苦的，但你可以选择，下一次不再种苦瓜，你可以种别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过去的因会影响现在，但现在的选择也正在形成未来的果。这也是佛教里很核心的一个观念。现在就是新的因，你现在的一个念头、一个选择、一个行为，其实都在默默地影响未来。所以因果并不是一种惩罚机制，也不是一种命运锁死，它比较像是一种非常诚实、非常稳定的运作方式。你怎么想，就慢慢变成怎样的人；你怎么做，就慢慢走向某一种结果。有时候，改变不会立刻发生，但它会累积，就像水一样，一点一点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，但长时间下来，可以改变一条河的方向。所以，因果并不是在说，你现在遇到的一切都是报应，而是在提醒你，一切都是可以被理解的，甚至更重要的是，一切也是可以被转变的。但是，这里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，如果因果是这样运作的，那为什么我们常常看起来还是觉得不公平？为什么有些事情看起来完全没有道理？为什么有些结果好像怎么看都对不上原因？也许真正困扰我们的，不是有没有因果，而是我们看不懂因果，因为我们只看到一小段。就像看一部电影，只看了其中5分钟，却想判断整个故事，有些因果发生得很快，有些却需要很长的时间，有些是很表面的，有些藏得很深。而佛教里其实把因果分成不同层次，有些是现世就能看到的，有些是需要时间成熟的，甚至有些是跨越更长时间的累积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如果我们只用短时间的观察去判断因果，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，好像没有。但那并不是因为它不存在，而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还不够多。接下来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来看一件事：佛教到底是怎么看因果的运作？为什么同样一件事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结果？又为什么有些事情看起来像是偶然，却又好像早就有它的脉络？这些问题其实才是理解因果的关键。下一段我们会慢慢谈到因果的3种层次业力是什么，以及我们到底能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也许到那里，你会开始发现，因果不只是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，而是你怎么看待人生的方式。刚刚我们谈到一个重点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相信因果，而是我们看不懂因果，因为我们只看到一小段，却想用这一小段去理解整个过程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慢慢来看，如果因果真的存在，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？为什么同样一件事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结果？在佛教里，其实会把因果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。第一种是最容易理解的当下的因果。你对一个人说一句温和的话，对方可能会放松，会微笑。你用情绪回应对方，也很容易产生反应。这种因果很直接，几乎是立刻就能看到。这一层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，只是我们不一定会注意到。第二种是比较需要时间的累积的因果。一个人如果长期习惯抱怨，慢慢的，他看事情的角度就会变得比较负面。如果一个人习惯理解包容，他的内心也会比较稳定。这些不是一天形成的，但当你回头看的时候，会发现，原来很多结果早就在日常里一点一点被累积。而第三种就比较深了，更深层的因果在佛教里叫做业。很多人一听到业会以为是一种惩罚，或者是一种神秘的安排，
但其实业更接近一种你长期累积出来的倾向。你习惯怎么想，你习惯怎么反应，你习惯做出什么选择，这些慢慢的会变成一种力量，影响你之后的人生。所以业不是谁给你的，而是你自己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。这样看，因果就不再是一种做错事会被惩罚的机制，它比较像是一种非常诚实的记录。你做过什么，想过什么，怎么面对事情，这些都没有消失，只是慢慢的在不同的时间呈现出来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佛教才会很重视一件事，不是结果，而是当下的心，因为心就是因的起点。如果一个人的心常常是愤怒的，那他的行为很容易走向冲突。如果一个人的心慢慢变得柔软，他的选择也会开始不同。这不是谁规定的，也不是谁在惩罚，而是很自然的流动。所以当佛教谈到向善的时候，它其实不是在说你应该怎么做才会有好报，而是在提醒你，你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的一个念头其实就是一颗种子，你的一个选择就是在决定未来会长出什么。有些人会问，那是不是只要做好事就一定会有好结果？佛教的回答其实比较细腻，不是立刻有结果，也不是一定按照你期待的方式出现，而是这些因会在适合的时候成熟。就像你种下一棵树，不会隔天就长出果实，但只要条件具足，它终究会成长。所以善不是一种交易，不是说我做了好事就应该得到什么，而是因为当你长期这样生活，你整个人的状态会慢慢改变，你会比较稳定，比较不容易被情绪带走，比较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这些才是最直接的果。至于很多人会提到的前世今生报应，在佛教的观点里，生命并不是只存在于这一段时间，有些因果可能不是短短几年就能看见完整的样子。但这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即使我们不去谈前世，只看这一生，其实因果已经很清楚。你怎么对待别人，别人慢慢会怎么回应你。你怎么面对压力，你的内心就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你怎么做选择，你的人生就会往哪个方向走。这些不需要等到来世，也不需要任何神秘的解释，它就在生活里。所以也许真正重要的不是去证明因果到底存不存在，而是去看一件更贴近自己的事情。我现在正在种下什么？是焦虑，是愤怒，还是理解、稳定与清明？因为未来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现在一点一点形成的。你不需要等一个报应，也不需要害怕一个惩罚。因果真正带来的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很安静的力量。你可以选择，在同样的情境里用不同的方式回应。你可以选择不再重复过去的模式，你也可以选择慢慢的让自己走向一个不一样的方向。也许改变不会很快，但它会发生，就像一颗种子，只要你愿意种下，它就会在某个时候慢慢长出来。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什么是因果？它真的存在吗？也许答案不是一个理论，而是一种你可以观察的过程。当你开始注意自己的念头、行为选择，你会慢慢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偶然，而当你开始调整它们，你的人生也会跟着改变。因果不只是存在，它一直都在发生，而你现在的每一个选择就是下一个故事的开始。今天谢谢你陪我一起慢慢说，我是心雨，我们下次见。